血脉返祖的妖孽江乾坤连忙摇头，十分肯定地回禀道：“绝对不是，弟子当时假装怒火攻心，昏厥了过去。听到了山族所说，那江玄只是他们推出来，为那位血脉返祖的妖孽挡到的挡箭牌。”哦，阴阳圣主双眸微眯，若有所思，点了点头，这样才符合常理。长生江家已经衰败，若出了一个血脉浓度95的绝世妖孽，绝不可误，绝对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立为少族长，这岂不是任各大势力刺杀？若是一个挡箭牌，那一切就合理了。在这而言，江玄出生时血脉测试75根本就不可能达到95后天提升，极难。江家这步棋很蠢。第33章灵族江家。阴阳圣主陈依两对江乾坤说道：“吾先前已经明确告诉你了，江家少族长之位是吾交给你的任务，也是对你的考验。你若成功夺得少族长之位，吾便赐你无之传承，立你为圣子。以你的实力，这个考验其实并不难，但你还是失败了。”江乾坤脑袋埋了下来，羞愧到弟子愧对师尊信任。阴阳圣主摇了摇头，语气没有半点波动，看着江乾坤淡淡道：“失败不可怕，我可以给你再来一次的机会。但这次若是再失败……”江乾坤猛然抬头，目光灼灼，沉声道：“师尊放心，弟子定当竭尽所能完成师尊的考验，还请师尊示下弟子的耐心。”阴阳圣主颔首一笑，既然江玄是推出来的挡箭牌，那他若是死了，将会如何呢？江乾坤迟疑道：“现在毕竟不在祖地中，弟子若是直接堂而皇之刺杀江玄，恐怕也难逃一死。”阴阳圣主摇了摇头：“无需你出手，但吾自会安排妥当。届时，你只需将江玄以及对你争夺少族长之位存在威胁的人尽数引来，悉数坑杀。竞争对手死光了，少族长之位自然也就是你的了。”江乾坤闻言，心神一跳，一种深深的不安顿时笼罩在心头。若是将江玄等人全部坑杀，他固然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江家少族长，可是这也意味着江家这一代将极度凋零，稍有不足，传承了千万年的长生江家就会在自己的手里毁于一旦必尽。古老的圣人早有预言，这一世乃万界复苏、神魔归来的大事，大事即大劫，成功横渡者昌，不渡者亡。他确实存有很重的私心，但说到底，他是江家人，让他这般残忍的戕害同族天骄，他心里有些发愁，数量太多了。事实上，若只是一个江玄，他不会有半点犹豫，甚至会不留余力将江玄送走。碎尸万段，阴阳圣主一眼看出了江乾坤心中的犹豫，冷淡的训斥道：“糊涂！江家现状，你应该比我清楚，血脉日渐衰弱，一代不如一代，妖孽者寥寥。若非大势即将到来，辉煌的大势气运反哺玄天，以如今江家的底蕴，连一个江玄那样的天骄都难以诞生。试问，这样的江家如何抵挡伴随着大势降临而来的滔天大劫？又如何保全自身，延续江家长生之名？”注视着江乾坤，阴阳圣主，你作为江家天骄，当以江家生存、延续、发展壮大为己任，以你之资，假日时日定可成就妖孽之名。你若执掌江家，再登临阴阳圣子之位，集两家之长，试问什么大劫不可轻松度过？大劫之下，江家自然也可无忧。这江乾坤愣住了师尊的话，是他从未设想过的方面，仿若给他打开了一扇大门，让他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。见自己的话起了作用，阴阳圣主索性继续给江乾坤下猛药，沉声道：“不妨和你直说，吾很看重你。你若能掌控江家，吾有意立你为下任圣主。届时，你执掌阴阳圣地，又有江家这个靠山，当立于不败之地，乃至进一步制霸玄天，也绝对有机会。”江乾坤双眸陡然，一睁掠起一抹金光，掌控江家，执掌阴阳圣地，制霸玄天剑，心神中顿时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野心，呼吸都随之急促了不少。江乾坤目光瞬间坚定了下来，望向我，向阴阳圣主恭敬叩首，郑重地道：“多谢师尊指点明经，弟子知道怎么做了。短期来看，戕害江玄几人确实会损害江家的根基，但那都是虚妄。以江玄几人的资质，根本承担不起守护江家的责任，更没有能力壮大江家，还负江家长生世家的荣光。就算是那位神骨，就算是那位血脉返祖的妖孽，也一样不行。时不我待，大势随时会降临，只有他才有资格、有能力做到这一切。东神州极西之地，一座座朦胧不可名状的仙山，如星罗密布，漂浮在无垠的汪洋之上。深邃的浪涌，蕴含令人心悸的磅礴能量。缥缈的仙山，流转着玄妙的万千道符，分成神圣意象，映照天空。明明不太融洽的两方壮景，却以一种无法言说的规则、秩序，奇妙的融合为一，仿若一体而生。这里正是阴阳圣地所在。古老的阴阳圣地传承早已不可追溯，更在玄天界存有记载的岁月之前，阴阳圣地便已存在，屹立于玄天之巅。通过各方示弱遗址中的残缺影像，隐约可知阴阳圣地鼎盛之时就在此时，甚至连神魔也要退避三舍。只不过在那些浓墨重彩的纪元大事中，阴阳圣地反而会很低调，甚至一度避世不出，所以整个玄天界对阴阳圣地的了解都极为稀少，只清楚一点：阴阳圣地古老强大，轻易不可招惹。依稀可见，这一座座仙山上捆绑着一根根犹若蛟龙般粗壮的大道锁链，锁链的另一头连接着一座恢宏的仙宫，仙宫存在于虚空中，若隐若现，静谧地激荡着阴阳交织的诡谲气息。阴阳圣宫，圣宫内身着白金道袍的阴阳圣主挥手散去江乾坤的通讯影像，双眸微眯，泛散着一光一暗、一阴一阳的隐晦光辉。嗡！自阴阳圣主体内涌出了一道深邃的光影，灰色的道纹散落，逐渐组成了一个笼罩在黑雾中的人影。若有外人在此，定会惊愕无比，因为黑雾中的人影，他的面容同阴阳圣主一般无二。你这个徒弟天真的有点可爱。人影阴彻彻一笑，阴阳圣主淡淡的瞥了一眼人影，神情不见波澜，语气平淡。最容易糊弄的，永远都是这些资质一般，却心底天高的天骄。他们不甘落后于人，又从不正视自己的平庸，只会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外因。这样的人，
妒心极盛，欲望无止，稍加挑拨就能轻松利用和掌控。江乾坤更是如此。任颖轻啧了一声，忍不住为其拍手。参悟阳道的你，本应该阳光伟正对正道形象才对，没想到竟让你参透了人心虚伪和诡计，信手拈来。阴阳圣主不予置否，双眸微抬，正视任颖，语气微凝，沉声道：“我希望你没骗我，你有本一体，何来骗？”任颖耸了耸肩，你也验证过了，那长生江家确实是人境灵族之一，太古人族的血脉后裔，他们的体内流淌着灵族的血脉，蕴含太古人族的生机。那些江家弟子，只要是灵族血脉浓度达到60%，其效用某种程度上说，堪比无上圣药。我也曾和你，在我那个时代，可是有不少无上存在，专门狩猎江家血脉浓度超过60%的弟子，将其当作血食吞噬炼化，以此提升潜力，延续寿命。看向阴阳圣主，淡淡一笑：“你我必须阴阳交融，融合为一，才能勘破大道。但你也清楚，我是前世，存在于过去，而你乃今生，立足于现在。你我之间存在着时间秩序的桎梏，想要融合，既然寻不到造化圣药，大江家这些灵族就是最好的选择。我有一事不明。”阴阳圣主眼眸微抬，看向任颖，沉声问道：“江家既然是灵族，血脉之中蕴含造化，为何会这般羸弱？”第34章，天地为之忌惮。任颖像是看傻子一样。阴阳圣主忍不住嗤笑的长生江家传承千万年，你居然会觉得他们羸弱？谁给你的错觉？阴阳圣主眉头紧皱不明其意。任颖摇头失笑，要知道，在我那个时代，江家的强大，就算是域外神魔也要畏惧3分，若非多方古老势力群起而攻，攻之致使江家强者陨落殆尽。现在的江家估计依旧是整个玄天界的无冕之王。阴阳圣主心头一跳，震惊于前世所说。要知道，他的前世存在于远古时期，彼时的玄天界尚未有。前世口中的多方古老势力，定然是立足于诸天的至强道统。彼时的江家经历了这样的灭顶之灾，居然顽强的延续了千万年，甚至依旧保留有长生之名。灵族当真这般强大？或是看出阴阳圣主所想？任颖摇头失笑，灵族的强大要远远超过你的想象。可知，包括江家在内的这些灵族，强大到天地都为之忌惮，甚至强加天谴，制约他们的成长。又是否知道，正因天谴的存在，那些古老势力才有勇气联合一众，对江家发难，天地为之忌惮。阴阳圣主眼皮一跳，面露骇然。任颖呵呵一笑，具体缘由无人可知，但根据当初那些古老势力的研究，身负灵族血脉的弟子，他们的寿命要普遍低于1000岁，而且血脉浓度越高，寿命越少，甚至血脉浓度过高的妖孽，修为突破的时候还会迎来天劫，哪怕只是突破住激境，亦是如此。天劫，阴阳圣主愕然。要知道，直到天元境才会开始尝试接触天地之力，换言之，只有突破天元境及往上的境界才会成功。引动天劫降临，且不说寿命的衰减，单单天劫，灵族的天谴过于恐怖，长者陨灭殆尽，又有天谴加身，江家却依旧延续了下来，并且从未丢失长生之名。任颖淡淡的瞥了一眼阴阳圣主，轻笑道：“现在还认为江家羸弱吗？”阴阳圣主默然，良久后才缓缓开口，沉着道：“我承认轻视了长生江家，不过也没有太多妨碍。江乾坤这步棋走好了，人江家多么强大，有再多抵御，依旧难逃我的手掌心。”任颖不禁发问：“我不太明白，你为何这么执着于江乾坤这步棋？”阴阳圣主冷淡一笑：“只要江乾坤执掌江家，江家就是我圈禁之地，可源源不断造出灵族供我使用。灵族这么好的东西，可不能竭泽而渔。”任颖诧异的看了一眼阴阳圣主，饶有深意的笑了：“我现在越来越期待和你融合为一的那一天到来了。囊括过去，现在的阴阳大道定然可以颠覆这个世界。东神州南部10万大山，纯阳剑宫，长生江家的少祖长已经确定了是4尊之一的江玄。纯阳剑主高坐日曜所住的剑台之上，俯瞰剑宫一众长老，淡淡的说：你们认为该怎么处理此事？纯阳剑宫和江家的仇怨自古已有，早已不可追溯缘由，尤其是最近1000年，彼此更是征伐不断，陨落的天骄不计其数，甚至就连尊者晋大能都损失了数位之多，两方势力早已水火不容，不共戴天。身着黑色剑袍二长老走出，拱手一拜，面容肃杀，沉声道：回禀剑主，略前江家有弟子血脉凡族，引动神祠，意向今世又有神蛊出世，若不早做应对，假以时日，我纯阳剑宫恐怕再也无力与之争锋。众长老闻言不禁翻了翻白眼，你说的这不是屁话吗？这特么都是明摆着的事，大家伙谁看不出来？纯阳剑主看着二长老，平静道：那一二长老之见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必须尽早查出那血脉凡族的妖孽和神蛊的确切信息，然后集结强者，不顾一切的将其铲除。二长老也默默的答应了，冷笑道：根据情报，江玄的修为只有入神境，分明是江家4尊之中垫底的那一个，现在却被立为了少族长，显然是推出来给那2位妖孽挡刀的。我认为可以不做理会。众人闻言皆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。此次江家确立少族长的速度实在太快了，处处都透露着诡异。要知道，以往江家确立少族长都会经过层层试炼、选拔，让4位少尊多次争锋，最终才会决出胜者。可这一次却仅仅只用了不到2天的时间。想到江家出现的那2位妖孽，一切自然在清楚过了，清楚到他们心里都开始犯嘀咕了。这么蠢的事，真是一方延续了千万年的长生世家能做出来的？大长老，你觉得呢？纯阳剑主看向面容花白的大长老，大长老苍老的眸中闪烁着睿智的光辉，想了想后，漫步走出，拱手道：大方向上，老朽赞同二长老所说，必须尽快寻出江家那2位妖孽的信息，将其扼杀在摇篮。必要时刻请动沉睡在祖地的虚神境老祖。闻言，众人心神一肃，神情都变得严肃了起来。动用虚神境老祖，那事态恐将会上升到另一个层面，稍有不慎，整个纯阳剑宫都会随之倾覆。纯阳剑主见眸微睨，也震惊于大长老所说。
大长老认为江家那2位妖孽会危及我纯阳剑宫的存亡，不是会，肯定。大长老沉声道：“且不说神骨，单单那血脉凡族的妖孽，若让他成长起来，别说正道成神，就算是正道成圣，也不是不可能。别忘了，大事就要降临了。”此言一出，众人心中皆是一颤，顿时明白了大长老的担忧。若是不能扼杀江家复兴的苗头，在大师的裹下，便是一场大战。他纯阳剑宫必将被波及，甚至会被大势洪流所裹挟，粉身碎骨。毕竟辉煌的大势下，有的是势力飞速强盛，原地踏步等于是被甩在了最后面。至于江家这个名义上的少族长江玄，不用太过在意，但也不能一点不在意，至少要做出相应的反应，才能疑惑江家，让江家掉以轻心。这样，我们才有机会找出那2位妖孽。大长老双眸默然，轻笑道：“就按照以往的规格，以1步到极功法，1株王药，100株大药，悬赏江玄。让我纯阳剑宫的天骄们去拿那个江玄磨一磨剑吧。”第35章，神女是舔狗吗？本章由于字数太少，暂不显示。如果你觉得本章比较重要，可以选择左下方报错章节，系统将在10秒内自动处理，或者跳过本章，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。第36章，荒天神教不要脸了。这王执事头皮发麻，他就是一个小小的执事，神女的命令他不能也不敢承下。就在这时，嗡，虚空泛起了阵阵涟漪，古老荒芜的气息激荡。荒天神主缓缓走出，魁梧的身影仿若黑洞一般，牵连了世间所有的光亮。拜见神主。洛星兰和王执事躬身行礼。星兰莫要意气用事。荒天神主看向洛星兰与其父子，心头也有几分愤怒。他对洛星兰一直都十分满意，也给予厚望，将其当作继承人不留余力的栽培。洛星兰也不负厚望，近些年来，无论是自身修为，还是在神教的管理上，都十分出色，甚至某些方面比大多数长老做的都要好。他也就放心将神教大大提升，大半事务交由对方，自己则闭关修炼，尝试冲击那一层境界。可让他意外的是，往日冷静沉着的洛星兰，近些日子一旦遇到事关江玄的事件，好似都变得盲目糊涂起来。说实话，他心里也充满了担忧。他荒天神教的神女，天资卓绝，潜力无限的绝世妖孽，未来必将正道成神，乃至冲击长生之名的洛星兰，不会真的沉沦于儿女情长，成了江玄的舔狗了吧？洛星兰眼眸微垂，他自然看出了师尊的顾虑和担忧，只是他无法坦明缘由，直截了当的说出江玄未来定是登临诸天的至强者。这样的话，师尊肯定不会信，毕竟转世重生太过匪夷所思。洛星兰思忖一二，美眸为胎，沉着道：“还请师尊相信星兰，星兰所做一切皆是为了我荒天神教的未来，全力是好江玄，与我神教百裂而无遗憾。”荒天神主一乐，沉声问道：“我需要理由？”洛星兰缓缓地摇了摇头，还请师尊恕罪。星兰暂时还不能说，一是说出来师尊也不会信，二则是他担心说出之后会引动时空动荡，因果变动，很可能会导致前世的一切进程都随之改变，那他尚在封印的宝贵记忆将失去作用，他的依仗将大大减弱。前世他跻身真神之上，初步触及了因果，甚至蝴蝶效应的恐怖之处。荒天神主注视着洛星兰，眼眸逐渐深邃了起来，沉吟一二，缓缓地点了点头，淡淡道：“吾便容你任性一次，可有一天，你当谨记于心，荒天神教才是你的根本，我以及众长老乃至老祖对你都寄以厚望，爱护有加，切莫让大家寒心。”洛星兰心中暖流涌动，珍重地点了点头：“师尊放心。”星兰片刻不敢忘，正因为神教对他的百般爱护，前世他才会坚定不移地同神教共存，直至流干最后一滴血。今世更是如此，先前他主动联姻江玄，而今以神教之名为江玄撑腰，皆是为了神教的未来，为了教好江玄，以期未来神教大劫降临之时，江玄可以施以援手。皇天神主颔首，而后看向王执事，吩咐道：“王执事，按照神女所说去做吧。”王执事躬声道。很快，荒天神教的警告便传遍了整个东神州，一时间掀起了惊涛骇浪，诸多道统，无数强者，无不百般疑惑和惊讶。荒天神教究竟在搞什么鬼？拜托，你家神女主动联姻江家江玄，被言辞拒绝，被啪啪打脸，你不落井下石也就算了，现在居然还要热脸贴冷屁股，主动忽悠江玄，甚至不惜惹怒东神州7成顶尖道统，这与你荒天神教有什么好处啊？你一个霸主级的顶尖势力，真就这么低三下四的讨好江家呗？这不是贱吗？很快，此事便传遍了整个玄天界，一时间不止于东神州、南神州，就连其他各大神州也都被荒天神教这一手操作给整无余了。但荒天神教的地位毕竟摆在那里，几乎制霸南神州的存在，任谁也不能无视他的声音。一旦真的惹怒了对方，滔天怒火砸下，就算是阴阳圣地也得掂量掂量。所以又是几日后，世天殿和不朽赵家这三方同江家早已积攒了血海深仇的道统，其余的势力全都选择了让步，撤销了悬赏。江玄本来就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，所谓悬赏也不过是在迷惑江家，好让他们更有机会寻出那2位隐藏下来的妖孽。现在荒天神教既然非要保江玄，那他们就顺势下坡呗，又没什么损失。就这样，东神州因江玄儿掀起了波澜，又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逐渐平息了下来。另一边，东神州边陲之地青阳门奉少族长之令，为南宫小姐送来2部道级传承，将加强者躬身递给南宫明月一个储物戒指。青阳门门主悲清立于一侧，神色一度变幻，震惊和敬畏尽皆有之。2部道级传承，要知道，就算是放在顶尖道统中，道级传承也极为珍贵，非天骄者没有资格休息。而在一流势力中，道级传承已然是最核心的传承。悲清自家人之自家事，他青阳门固然勉强跻身一流势力，但底蕴十分浅薄，甚至不如很多传承万年的二流势力。比如这样珍贵的道级传承，他青阳门总共只有3部。江玄少尊、欧部，现在是江玄少族长，出手居然如此阔绰，一下子直接赠予2部道级传承。由此自然也能看出江玄在江江之上，
举足轻重的地位，毕竟一般人可没能力送出2部道级传承，就算有，族内长老也不会允许。而当事人难怪。南宫明月看着递来的戒指，则完全愣在了原地。他岂能不知道2部道级传承意味着什么？心中激荡，美眸不禁泛起了晶莹，死死地攥着戒指。南宫明月没有说什么，直接转身回了道场，继续修炼去了。今日各大顶尖道统悬赏江玄，众多天骄入室猎杀江玄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东神州。他固然一直在倾斜阴阳门中修炼，但也有所耳闻了。只是他现在修为尚弱，无法给予半点帮助。他现在迫切的渴望提升实力，帮助江玄，哪怕只是入室斩杀几个欲猎杀江玄的天骄。悲青亲自恭送江家强者离开。南宫明月离开后，看向南宫明月的道场，沉思了良久。江玄有情有义，十分看重南宫明月，这是南宫明月的福泽，更是他青阳门的机缘。毕竟，若是常规情况下，他青阳门一辈子也没有机会同长生江家产生联系，必须尽快将南宫明月立为少门。北青眸中泛过金光，逐渐坚定了自己的想法。这是他青阳门唯一能攀上江玄的方式。另外，去寻点天才地宝，讨好一下我这弟子了。悲青喃喃的一句，而后唤来赤火乌，飞出了青阳门。第37章神谷启示。而此时的南宫明月则开始了更加刻苦的修炼。他本身就是自费修为重修，又有江玄提供的海量资源，修为自然就像火箭一样飞速提升，更在前几日成功筑基。换言之，从淬体至筑基，南宫明月只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。这份速度，放眼整个玄天界，估计也是独一份的存在。同时，由于功法的精进，南宫明月的后天火道灵体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。虽然尚在后天灵体行列，但已然不输先天灵体，甚至火之大道的感悟也有了长足的长进，道义已然迈入了中期。若说南宫明月刚开始掌握的火道之意只是一团火苗，而现在则是一头火兽。与此同时，江玄所在道场，南宫明月火之道义提升至中期，你得到了对应反馈，火之道义提升至中期。提示映入了江玄的眼帘。嗡，江玄周身勇气。